如果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万物齐涨、通货膨胀几乎要吞噬掉我们钱包的年代，有一样东西的价格整整30年没有变过，你会相信吗？这就是 Costco 的招牌热狗套餐，1.50美元，一杯饮料加一根热狗。从1985年雷根总统还在白宫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个价格。到了2024年，它依然是这个价格。这听起来简直是商业自杀。甚至连 Costco 的现任执行长 Greg Delany 曾经都向创办人 Jim Sinegal 抱怨 ：“Jim， 我们卖这热狗简直是在亏本，我们必须涨价。”你知道 Jim 回答什么吗？他说：“如果你敢动那该死的热狗价格，我就杀了你。”他们疯了吗？不，他们没有。事实上，在这看似疯狂的坚持背后，隐藏着全球零售业最精妙也最反常识的商业秘密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帝国究竟是如何运作的。当你走进 Costco， 你会看到堆积如山的商品，巨大的货架，你的第一直觉会告诉你，这是一家超级市场。但如果我们剥开它的财务报表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 Costco 其实根本不想靠卖货来赚你的钱。让我们来看数据，一般的零售商，比如沃尔玛或塔吉特百货，他们的商品毛利率通常在 20%到 30% 之间，这意味着他们每卖出100块钱的东西，就要赚你20到30块。但是 Costco 呢，他们的平均商品毛利率只有极低的 11% 左右，有些爆款商品甚至接近零利润。11% 的毛利是什么概念？这个数字低到甚至不足以支付他们的人事成本、水电费和店面租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只看卖场里的商品交易， Costco 几乎每天都在做赔本生意。那么他们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净利润究竟从哪里来？答案就在你钱包里的那张卡片上。真相是 Costco 的净利润总额几乎惊人的等同于他每年的会员费收入总额。Costco 不是一家超市，它本质上是一个付费俱乐部。它不出售商品，它出售的是入场券。它的商业逻辑是，我利用极致的规模效应，把商品价格压到几乎是成本价，以此来吸引你支付每年几十美元的会员费。这不是一笔买卖交易，而是一份订阅合约。你是他们的订阅用户，而不是单纯的顾客。既然付了入场费， Costco 就必须确保你觉得物超所值，并且不断的回来。这里就涉及到了他们第二个精妙的策略——心理战术。任何经常去 Costco 的人都会有这种令人沮丧但又兴奋的体验。你上周才买过的坚果或洗衣液，这周去居然找不到了，或者换了位置。你以为这是他们管理混乱吗？错了，这是精心设计的寻宝机制 Treasure Hunt。 Costco 故意不设置明显的导览标识，并且频繁更换商品位置，为的就是强迫你逛起来。在寻找目标商品的过程中，你不可避免的会路过那些你原本没打算买，但看起来极其划算的商品。这种不确定性制造了一种强烈的 FOMO 错失恐惧症。你会想，天啊，这个价格的 Dyson 吸尘器，如果我现在不买，下次来可能就没了。这种寻宝获得的快感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让你对购物上瘾。此外， Costco 还是一个极简主义的大师。走进一家典型的沃尔玛，你可能面对14万种商品，而在 Costco， 这个数字只有大约4000种。这听起来像是劣势，但实际上是巨大的优势。在心理学上，过多的选择会导致决策疲劳，让人感到焦虑。Costco 帮你完成了最困难的筛选工作，他们只提供同一品类中性价比最高的2-3种选择。他们在告诉你，别纠结了，我们已经帮你挑好了最好的，拿了就走吧，少即是多。这就是 Costco 的哲学。为了维持这种低毛利、高会员费的模式， Costco 必须将营运效率推向极致。看看他们的门店，没有任何装饰，直接在水泥地上用站板堆货，天花板裸露着管线，甚至连购物袋都不提供。他们把每一分能省下的钱都回馈到了商品价格上。但是在一个地方 Costco 绝对不省钱，那就是员工待遇。在零售业普遍低薪的环境下， Costco 的员工平均时薪远高于竞争对手，甚至超过了亚马逊。他们提供优渥的医疗保险和退休计划，这不是慈善，这是最精明的商业计算。高薪带来了极低的员工流动率，这意味着 Costco 不需要花费巨资反复培训新员工。他们的团队熟练、高效，并且真心维护公司利益。
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，善待员工，高效率与低流动率，极致低成本营运，更低的商品价格，更高的会员满意度，续费率提升，回到起点。正如 James Sinegal 所说，支付高薪不是为了利他主义，而是为了好的生意。当我们深入研究完 Costco 的商业模式，你会发现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不是便宜的热狗，也不是巨大的仓库，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价值观。在商业世界里，我们习惯了尔虞我诈，习惯了商家想方设法从我们口袋里多掏出1块钱，但 Costco 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，极致的诚信。想想他们那著名的无条件退货政策，你可以退掉用了2年的床垫，甚至吃了一半的西瓜，这看起来傻透了，这简直是在鼓励人们占便宜。但 Costco 明白，他们损失的那一点点退货成本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客户无法摧毁的信任。他们在告诉你，在我们这里你永远不会吃亏，这种安全感是任何广告都买不来的。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人生启示？在这个快节奏充满变数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经营一种订阅制人生。我们希望老板长期订阅我们的能力，希望客户长期订阅我们的服务，希望朋友和伴侣长期订阅我们的陪伴。但我们是否像 Costco 一样，始终致力于提供超预期的价值？我们是在斤斤计较每一次交互的得失，还是着眼于建立长期的信任？ Costco 的成功告诉我们，长期主义不是一句空话。当你真心实意地把对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当你用诚信构筑起护城河，你获得的回报将远远超过那些短视的算计。做人如做生意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，最大的精明或许就是厚道。